大家好，2022爱奇艺尖叫之夜圆满落幕，观众喜爱的男女演员，除了赵丽颖，理所当然的成为了毫无悬念的赢家。男演员，您留意到是谁了吗？花钱好办事，这么一个简单通俗、无需动脑的人生小道理，居然在2023年的1月份行不通了。勤勤恳恳、任劳任怨的摩托姐姐，不仅手里面的钞票攥出了水，而且视角永恒359度，观点永恒与别不同的询问我，愣是没想到这群旗袍姐姐，居然还要被一些居心叵测、口水横流的猥琐男给盯上了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2023年1月14日，2022爱奇艺尖叫之夜圆满落幕。在这个以尖叫为名的夜晚，不少高光瞬间迸发，包括花絮，包括赵丽颖。2022爱奇艺尖叫之夜，同时在致敬单元设立特别荣誉，特别致敬了站内热度与口碑兼具的好作品，其中赘婿、人世间、苍兰诀、罚罪、倾听日常、风吹半夏，共6部作品获此荣誉。另外，一年一度喜剧大赛2成为破圈区一霸，很会来事的赵丽颖对节目中的喜剧作品如数家珍，其中多次破圈的少爷和我，以及小婉管乐在千年旧一回里饰演的白蛇青蛇，最让他印象深刻。这么会来事的顶流大姐大，爱奇艺自然少不了致以最高的奖项。好玩的是，观众喜爱的男女演员，除了赵丽颖，就是另外一位男演员。欢迎您自行定格一下，并留意一下相关的附图。实话实说，Shin Wan我真的没有想到，现在距离2023年春节已经不足1个星期，不少人早已开始准备起了过年的年货。而对于影院人来说，一年一度的春节档即将上线。这几年影院票房不够景气，全年总票房中春节档的票房占比越来越高，每年春节档更成为了兵家必争之地。从一开始仅有张艺谋的《满江红》、郭帆的《流浪地球2》和动画片《熊出没》定档，到现在不少影片都纷纷扎堆，各大片方似乎都不在乎这种激烈的竞争环境，纷纷下场。在预售一开启之后，各大影片的第一轮竞争也拉开了帷幕，谁能夺得先机，谁基本就能在较短的春节档期间拿到优势。截止目前，春节档预售票房已经超过5000万元。出色的数据也预示着寒冬似乎正在回暖。从预售票房来看，春节档的影片也迅速分成了3大梯队，其中王一博和梁朝伟主演的谍战片《无名》以1800万的预售票房排在首位，易烊千玺和沈腾主演的《满江红》则以1400万紧随其后。其中一开始的断层特别明显，Shin Wan我会另外开篇详谈，因为这个断层的背后原因显然非常暖心，值得非常小心。而在春节档之前最受大众期待的《流浪地球2》，反而在预售时只能排在第一梯队的末尾，是不少人没有预料到的。这次从《流浪地球2》流露的信息来看，影片在片长方面刷新了国产片最长时间，高达173分钟的放映时长，对影片的剧情和观众的身体都是个考验。不过《流浪地球2》的预售没有一马当先，但凭借《流浪地球》本身的号召力和更加豪华的阵容，影片依旧获得了各大影院最大的认可。排片接近30%的排片比例，也说明了影院对电影的认可。而且由于《流浪地球2》的时长过长，高排片在一定程度上也挤压了别的电影的票房空间。预售中比较亮眼的还是排在第一的影片《无名》。在影院给出的排片上，无名的排片率还要在张小斐的交换人生之后，但影片却在预售中取得第一的名次。不得不说，王一博作为流量偶像，在粉丝号召力上的表现真的是没话说。这次无名之所以能有如此高的预售，王一博的粉丝大概要占80%还要多。Shin Wan我值得提醒一下的，就是其他影片的路人与粉丝的比例。之所以来争预售，粉丝也是希望能通过预售表现来让影院增加电影的排片率，达到影响影片票房的目的。不过就Shin Wan我了解，在预售开始后这段时间里，影院的排片都是固定了的，而之后上映后的实时票房才是决定后续排片的关键原因。不过说起来，无名的阵容还真的是蛮强大的，除了王一博和梁朝伟主演之外，周迅和黄磊是特别出演，
还有王传君、江疏影等人出演。这样的阵容配上不太高的排片率，让不少粉丝颇有微词，甚至不少打电话去影院，希望影院增加排片。跟王一博类似的是，《满江红》能够排在预售第2的位置，易烊千玺的粉丝应该也出力不少，自然也是希望影片能够在上映时有个更好的数据和表现。《满江红》作为张艺谋导演的影片，本身就是今年春节档比较受人期待的影片，影院给出的排片率也能看出业内人士的看法，排片仅次于《流浪地球2》。作为另一个主演，沈腾这些年也算是影院的票房灵药。沈腾和张艺谋这个组合还是比较少见的，张艺谋很少拍喜剧电影，多是文艺剧情题材，沈腾则很少拍这类电影，大多都与喜剧沾边。这部片在属性上写的既有剧情又有喜剧，这种结合还是蛮让人期待的。而且除了张艺谋的心头好张译外，影片中还有岳云鹏、潘斌龙、雷佳音、魏翔等人参演，看着阵容仿佛就看到春晚喜剧小品在向大家招手。不过对比其他作品，《满江红》最大的问题还是容易陷入历史虚无主义的争论中，这点片方应该多多留意。而预售第2梯队的就只有刚过400万的《交换人生》，对比前面3部剧，《交换人生》算是纯粹的喜剧电影，也符合过年合家欢的主题。不过相对来说阵容是要弱于第1梯队的，但凭借喜剧这一特性，《交换人生》也取得了排片第3的成绩。如果能维持住，今年票房应该也比较可观。像《熊出没》和《深海》这类动画片还是有点难以跟真人电影对垒，不过《熊出没》拥有非常稳定的观影基数，也导致年年《熊出没》跟大片对打其实都不吃亏，遇到伪大片甚至还能碾压。而《深海》也是不少年轻人期待的动画作品，但可能受限于受众人群，只能静待口碑表现引领票房增长。新万我只能说数字越差变数越大。为什么新万我会这么说呢？说到这，欢迎您在评论区中留下不同的感想和精彩的心声。更多的精彩未完待续，欢迎您继续关注本频道，并且记得打开小铃铛，以免突然失联。视角永恒359度，观点永恒与别不同的新万我。突然发现王一博的摩托姐姐们动员力在这次预售当中的确不同凡响。那么粉丝经济和路人经济到底孰强孰弱呢？第一波预售的冲击过后，新万我只能说，王一博断层之后几个要点很关键很要命。